魏无羡在咸阳坊间一阵打听，终于找到一位名声在外的香料商人，据说专门经营与西域的业务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香料白晓生。只要是这世上有的香，就没有他所不知道的。慕名前去拜访，果然有了眉目。金陵台那株香角时隔太久，着实不好分辨。香料商人打量了半晌，最终只得作罢。好在瞭望台得来的几株香角上还有香粉残存，商人将香粉抖搂出来，置于香鼎中焚烧，不久便有轻微的气味溢出。商人面露喜色，点头道：“没错，和我想的一样。这香啊，可是一种西域奇毒，任何人只要闻上一鼻子，不出半炷香就会暴毙而亡，而且往往查不出具体的死因，只是普通的中毒症状，因而非常适合用于暗杀。”魏无羡看着香鼎上升腾起的袅袅烟雾，顿时双目大睁。是奇毒，那你还点了？商人笑哈哈道：“放心，这香虽是奇毒，可有毒的却也只是其中某种成分。这种成分要经极高的温度焚烧才能挥发出来，普通的香鼎根本就达不到那温度。若真想释放其毒效，需要以内力催动，所以这香一般为仙门中人所用。”为了套话，魏无羡故作狐疑道：“你确定不确定？万一我回去之后暴毙了，我找谁说理去？”商人受到如此质疑，立刻皱起了眉，急忙辩驳：“我怎么不确定啊？你要是问别人，8成会给你说这香有剧毒，万万点不得。那是他们没见过世面，只从西域图鉴上看过这香的介绍，就误以为此香有毒不能用。其实啊，平时点着根本就没事。前不久还有人急急忙忙来问我，以为这香点了要死人，我也是当场就给他点了，压根就没事。”魏无羡闻言，眼睛一亮：“你说前不久也有人来问过你这香？”“是啊。”魏无羡急忙追问：“是谁？”“是谁？哎，我这一时半会儿也想不起来了。过2天就是1年1度的香会，最近我都在忙活着进货呢。你看我这囤了多少货啊！看你们不是本地人，也算是运气好，赶上了城里这头等大事，干脆也去凑个热闹，讨个彩头吧。”魏无羡心领神会，掏出从蓝忘机那里搜刮来的1捧银子，递出去1块，十分豪气地对着身旁一指：“这些都买下。”商人脸笑开了花，欢天喜地将银子接过来，为魏无羡把香捆好。没多久，商人便脑门一拍道：“哎呦，我想起来了，能用上这香的肯定不会是什么普通门户，好像是来自魏阳一个姓柳的仙门。”魏无羡从未听说过有个魏阳柳氏，便问：“这柳氏是个什么来头？”“是个新秀家族，也就是今年刚冒出来的。据说是在裴氏谋害仙都之子一事中立了大功之后，才越发威风的。”魏无羡追问道：“如何立功的？”商人摇头道：“这我就帮不上忙了。我平时都待在咸阳，对其他地方的事都只是听说。”魏无羡正要掏钱，商人赶紧补充：“别，我是真不知道了。”眼看确实从商人那儿挖不出什么东西，魏无羡便离开了。回去之后，魏无羡将打听来的消息跟蓝忘机交代完毕，而后又恍然想起了什么，往袖口里翻找了一阵，掏出一个小巧的瓷瓶。“对了，韩光俊，我去香料铺的时候，见那里有不少跌打损伤的药粉，就顺便买了一些。就这么小个瓶子，也不占地方，你可以随身带着，万一以后不小心哪儿磕了碰了，就拿出来抹一抹。”蓝忘机犹豫了一阵，最终还是收下了。“多谢。”魏无羡看着蓝忘机将药瓶收进衣袖，心里终于踏实了些。最近他脑海里总是时不时闪过那夜蓝忘机醉酒的样子，每次一想起，心中就不由得难过。他明白蓝忘机那样固执的性子，若是中意了哪一个人，多半就是一辈子死心塌地、矢志不渝的待遇了。在儿女情长这方面，魏无羡可以说是白纸一张。可有一点他是明白的，那就是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，更别说人死不能复生。蓝湛吊的还是棵丝毫没有指望的枯树，这样是坚决不行的。总还是得有个人照顾蓝湛吧，喝醉了酒得有人伺候他睡觉，受了伤也得有人给他擦药。这些日子，魏无羡借着在民间打听，
也一直留意着有没有哪位才貌双全的女子能够与蓝忘机相般配。可看来看去，再好的女子似乎都还是差了那么一些。魏无羡想象着蓝忘机与别人举案齐眉、夫妻和睦的模样，又总是觉得那画面怎么看都古怪，让他浑身上下不自在，很快掐断了替蓝忘机找相好这个念头。再说了，这世间个人有个人的事要忙，谁知道他们有没有那份闲心和细心，能够把蓝湛照顾妥帖呢？一想到这里，魏无羡灵机一动，为何不索性就由自己陪着蓝忘机呢？如今这世上，怕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出比他更闲的人了吧？虽然以他这破修为，肯定给不了蓝忘机什么助力，可蓝忘机本来也不需要。平时出去夜猎什么的，他好赖还能四处问问话，打下手呢。其实说到底，无非就是希望以后蓝忘机喝醉了酒，不必再把自己绑起来罢了。一想到这里，魏无羡决心更加坚定，又道：韩光君，不如我们去相会赶个趟吧，那里五湖四海的人都有，正好可以四处打听打听，你说怎么样？若真是想打听，咸阳四处都是皆是庙宇，倒也不必特意去赶个相会。魏无羡见蓝忘机神色不妙，赶紧又怂恿道：去嘛去嘛，我听说这里的相会可有意思了，今年还请了个很有名的皮影戏班子来表演，而且这儿菩萨特别多，还都特别灵，求姻缘求仕途，讨阴福讨阳福，只要想得到，没有做不到。你别的地方可以不去，但若是错过了这等盛事，真的会抱憾终生的。在他的一通信口开河、胡搅蛮缠之下，蓝忘机终于松口答应了。咸阳相会在一座山上，山上坐落着许多历史久远的老洞，洞中供奉着各路神像。从外面看，整座山林木苍翠，香烟缭绕，如至云端，洞中却是一番截然不同的光景，四处彩旗猎猎，人头攒动，欢笑声、叫卖声不绝于耳。每个老洞光景不同，各有所长，如同将这万千世界种种市井之景一一浓缩荟萃了起来。来之前，魏无羡特意做了功课，将每个洞里都有些什么特色打听了个透，想带蓝忘机玩个痛快。他一路走着，一路张望，给蓝忘机介绍这个介绍那个，还多番巧言令色，引诱蓝忘机给他买东西。兴许是从未到过这么拥挤的地方，蓝忘机明显有些无所适从，很容易就让魏无羡得了逞，一路上收获满满，还乘其不备，往蓝忘机手里塞了一个糖画。不过玩的再是忘乎所以，魏无羡心里也一直惦记着皮影戏，因而不敢耽搁太多时间，只敢在每个洞里稍作停留，走马观花地望望其中盛况。赶到戏台时，皮影戏已经开演，好在只错过了个开头。一场演罢，魏无羡仍不尽兴，喝彩喝得哑了喉咙，转过头一看，蓝忘机无声地矗立在他身旁。魏无羡稍微冷静了下来，咧开嘴角问：怎么啦？不好看啊？蓝忘机不作声。再一看，先前他硬塞给蓝忘机的糖画，如今还完好无缺地拿在手里。上山这一路，魏无羡带着蓝忘机去看了舞狮子、踩高跷，还拉着他去尝各种特色吃食，虽然毫无例外都惨遭拒绝。可魏无羡并未气馁，心想：没事，重头戏还在后面呢。这个戏班的皮影戏看过的就没有不叫绝的，蓝湛总不至于还不喜欢吧？结果眼看着蓝忘机那副兴致缺缺的模样，魏无羡总算是尝到闭门羹的苦味了。不过再一想，今天把他拉到这里来，不就是为了让他高兴高兴吗？蓝湛喜欢才是最重要的。于是消沉了不到半晌，魏无羡又强行抖擞起精神，问：那你想看什么？尽管说吧，这里花样这么多，总有让你满意的。见蓝忘机不说话，魏无羡主动提议：那边还有个唱小曲的，要不咱们去？突然蓝忘机轻声打断：你说可以为死者祈福。魏无羡一怔，思索了一阵，想起自己好像是隐约提过这茬，点了点头。
蓝忘机道：“在何处？”魏无羡明白过来蓝忘机的意思，急吸一口气，蹙眉不悦道：“你怎么还……”魏无羡本想吃蓝忘机一句“你怎么还惦记着那个死人”，可一看他的表情，却又说不出这么难听的话，最后只能又恼又闷地叹了口气。魏无羡对这些烧香拜佛的事一向没有兴趣，作为一个对死有过切身经验的人，他更是明白，这世间所有关于阴间的传说，都不过是公生者讨个心安罢了。因而先前做功课的时候，他压根没往这个方向了解。